喂，他真的来接你啊？嘿，白天就这样了，晚上一定变色狼啊！朋友嘛，朋友。你别告诉我，你跟你的朋友在街上也是这样拉拉扯扯的。不是，我哪敢啊！我要问清楚他。孙亚基，孙亚基！喂，葛国光，快开车追啊！啊，宝宝在这里，怎么能乱来呢？要追呢，你们自己叫车追吧。悠悠啊，你快打电话问他吧。你在哪里？谈生意？谈什么生意啊？喂，喂，挂断了。这么大胆，再打。转职留言了。其实跟朋友喝杯酒，也不代表什么啊。那为什么要挂断呢？电话没电了。哎呀，哪有那么巧啊？肯定去偷情了。我以前的男朋友也是这样，不想我知道他在哪里呢，就关电话，跟着一夜也不回家。AK， 喂，悠悠，几点了？以为散庭了呢。你样子怎么这么累呀？你昨天去哪了？我昨天跟一个客人谈点事，哇，他可啰嗦了，揪着我不放啊。揪着你不放？后来呢？回家了。回你家还是他家？当然是我家了。这套西装好像昨天穿过吧？怎么了？臭啊！我明天拿去干洗吧。毁尸灭迹。什么？我说你衣服有股香味儿，好像是茉莉花味儿。伊娃，我们该上庭了。你跟他？是啊，我是他辩护律师。进去吧。也是茉莉花味儿。王一凡被控于本年6月2号晚上11点20分，在机场路醉酒驾驶，而且事后不顾而去。被告认不认罪？法官阁下，我代表我当事人否认控罪。但是被告在警察局的口供已经承认了控罪。在案发当日，被告驾驶小轿车撞伤途人之后，不止没有报警，而且还离开现场。不过被警方的路障截停。被告经过酒精测试，证实超出标准1倍。这些全部都在供词上写得清清楚楚。但是我的当事人在录口供的时候没有律师陪同，他根本不清楚控罪的严重，还有自己的权益。这根本就不成理由。很多被告都没有律师啊，更何况没有人阻止他找律师，是他自己选择不找。他为什么不找呢？我哪知道？你说了，因为他喝醉了。我当事人在神志不清和极度惊慌的情况之下，再加上警方的盘问，才承认控罪。我要求为我当事人重新录取口供。反对！你凭什么说他极度惊慌？这份是我当事人心理医生的报告，里面清楚指出我当事人王一凡曾经患过情绪病，容易受到外界的刺激，因此做出错误的判断。如果是这样，为什么你们还去喝酒啊？我不明白你说什么。我说你们昨天一起去喝酒。肃静！检控主任，你现在审我？你当我是被告还是你男朋友？那你们一晚上到底谈公事还是私事啊？私事。我肯定两位现在在庭上说的是私事。检控主任，辩方律师，你们两位公私不分，待会儿来我办公室解释。至于辩方律师的申请，本席接纳，被告将会重新录取口供。本案押后再审。Court。你们两位谁可以告诉我，刚才在庭上到底发生什么事？身为辩护律师，我的责任是维护我客户的利益，我没错，是检控主任不相信我，才会在庭上说出那些不知所谓的话。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？一晚上不接我电话，不知道去哪儿了。今天上班一股香水味儿。我跟客户谈话是不需要，而且不应该告诉检控主任的，这样才叫公私分明。公私分明？你公私分明怎么会今天上班一股香水味儿啊？你今天闻来闻去就是闻我。够了！我大致上明白是怎么回事。辩方律师在庭外跟客户谈话是不需要告诉检控主任的，在庭上为客户辩护，这也是很应该的。至于检控主任你公私不分，你竟然把儿女私情带上法庭，
我真的很怀疑你的 EQ， 还可不可以继续担任检控主任？对不起，辩方律师，你在法庭受到无理的挑拨，也一样不应该动气。你们现在在庭上对骂，不止不专业，还很不尊重你们自己的身份。对不起，我不想再听见你们说对不起这3个字。你们的私生活我是不会管的，不过如果你们影响了你们的工作，我就不会坐视不理。我也不希望再有下一次，要不然我会考虑在律师公会还有律政处投诉你们俩。你们2个好自为之吧。出去吧。喂，危险驾驶那案子有新证人，别让他走，我马上来。陈先生，什么事啊？我姓苏，是王一凡的代表律师，有些事想请你帮帮忙。我刚才已经说了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你知不知道依法醉酒驾驶撞伤人不顾而去，他会被判坐牢的？这么严重吗？依法平常开车很小心，这次的意外应该不是他造成的，是不是？陈先生，如果你知道真相的话，说出来。隋雅姬，你也太离谱了吧！居然为了依法来骚扰证人！我现在郑重的告诉你啊，我已经传召程永志为控方证人，如果你再骚扰他，我就告你妨碍司法公正。哦，是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没收到有关的法律文件。你明天就会收到了，不过也不代表你今天可以骚扰证人。哇，幸亏你跟我说了，谢谢。装傻充愣。拜拜。程先生，你以后不可以再接触这个人，到出庭当日，你把真相说出来就行了。你们等，谢谢。郑急找我什么事啊？是不是案子有麻烦？先叫喝的吧。谢谢，啤酒。好。哦，我记得你曾经提过有一个感情很好的男朋友，是不是？嗯。如果我没记错，他名字应该叫程永志。对了，干嘛没事要提起他啊？哦，我觉得你这次撞伤人这么大的事，身为男朋友的应该关心你，可是他好像一点表示都没有。阿志他不在香港。伊娃，我们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我把你当妹妹一样。如果你有什么苦衷，你可以跟我说。没有啊，没有什么苦衷啊。你撒谎。程永志他回香港了，我刚才跟他谈了谈。案子与他无关，你不要把他拉下水行吗？与他无关，你这么紧张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阿志他好不容易才大学毕业，他在加拿大有很好的发展，他的前途一片光明，他不能出事，你明白吗？你小的时候也很爱念书。有一次修女她告诉我，你放弃上大学的机会，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，可是我现在明白了，你要挣钱去供阿志念书，是不是？如果阿志他可以出人头地，我就算有一点点牺牲，又算得了什么？我是你朋友兼辩护律师，你应该相信我，对我坦白。告诉我，程永志那天是不是开过你的车？撞伤人的根本不是你，是不是？你闭嘴呀！不要再说了，行吗？我告诉你，阿志他绝对不是你所说的那种人。对不起，我再说最后一次，这案子跟阿志无关。总之，我拜托你，你尽力给我打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我不会怨你。好。每天那么多人出入油站，你为什么这么肯定？在今年6月2号晚上11点10分，我的当事人曾经去你当值的油站加油呢？
因为当时他的情绪真的很不稳定，所以他一下车就立刻进去买了几罐啤酒，所以我印象很深刻。你亲眼看见我当事人喝酒啊？反对。辩方律师根本不需要问这个问题，无论证人是看见或是没看见，根据警方给被告做的呼气测试报告，已经证实了被告的体内酒精比标准超出了1倍。反对有效。辩方律师，你提出的问题要谨慎一点。知道，法官阁下。你说我当事人当时情绪很不稳定，这些只是你个人的意见，除非你有任何的专业资格。你有没有？没有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当天是不是只有我当事人一个人？不是，我记得司机位旁边还有一个男人。谢谢你。法官阁下，案发现场距离油站需要10分钟的路程，证人不可能目睹案发的经过，所以当时在车上的男人才是这案子的关键证人，他就是程永志。程先生，请你说出今年6月2号晚上发生什么事了。那天我要上飞机去加拿大工作，最少要2、3年才回来，所以伊娃约我一起吃饭，顺便给我见学。吃完饭之后呢？后来伊娃送我去机场，但是我忘了带新公司的聘请信，所以自己下车叫计程车回家拿。为什么伊娃不送你回去呢？因为伊娃当时的情绪不是很稳定，而且她喝了很多酒。我的新工作不能有什么差错，我怕来不及赶到机场，所以自己叫计程车回家拿。谢谢。谢谢。你是不是刚从 SNS 出来？说跟国光搞合同的事吗？那国光是不是有个秘书叫 Debbie 呀？他那个人怎么样？是不是很会哄男人啊？我去只是办公室，没想其他的。你这个傻瓜，我当然不是试探你了，我试探你朋友呢。国光跟 Debbie 啊？你别装傻，你不可能不知道他们2个到底是不是有暧昧啊？我真的不知道，你从哪听来的？其实高官早就知道了，但是他怕失去老公，所以就假装不知道。原来高官这么在乎国光。但是我总觉得国光不是那种人，我看他们在一起一定有其他的原因。其实国光跟高官在一起就像犯人一样，充军3年，母猪也当貂蝉了，又不找别的女人，那才怪呢。其实这次的问题呢，在高官身上。我已经跟他谈过了，他也知道自己有责任，所以我想他这次真的是想保住老公。会有突破性的发展呢。喂，这么巧啊，这也能遇上？哇，真是想不到，有的是你更想不到。什么？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节目？如果有，就不用管我们。傻瓜，一起坐嘛，来坐下。来，一起坐。我们还没有想好去哪里，不过一会儿 AK 说去哪里，我们就去哪里喽。是啊，哈哈，悠悠啊，你真是太善解人意了。如果你这一辈子都这么温柔体贴，我真的这一辈子也不肯走。是啊，我这么迁就你，你别指望有借口揭示别的女人，要不然你就100%的错了。不会，你爱我1尺，我反爱你100万丈，这就是爱 love。喂，那我受不了了啊！你们再这么耍花枪的话，我就上厕所。Love。OK， 我上厕所。Love。你们刚才说的话是不是故意说给我听的？不是，当然不是了。你跟他说了？那他比较了解国光，我咨询一下他的意见嘛。老实说吧，其实国光这次呢，只是一时迷失而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平时可能呢束缚的太多，一旦遇上一个温柔体贴的女人呢，你也知道男人呢把持不定的嘛，不小心就咚就掉下去了。现在他们掉下去多深了？倒也不是很深，如果有人提醒他呢，那应该还来得及。你是他的好朋友，你为什么不提醒他？我的分量可不够啊。不过国光呢，他最尊重通叔，如果有人可以哄哄通叔，提醒他的话呢，所有的事都能迎刃而解。老爸，我们回来了。通叔，13公你也在？爸爸，13公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啊？不是吃完饭才回来吗？西敏说怕你一个人在家里闷，所以特地回来陪你。哦，爸爸，你还没吃饭吧？我们帮你买了烧鹅腿，还是左腿，趁热吃。怎么突然转性了？宝宝该喝奶了，我去喂他喝奶。你们先坐坐聊聊天儿，
我一会儿再给大家做饭。哎，我帮你吧，我也想看看宝宝。通过，你儿媳妇怎么了？又烧鹅腿又喂奶，什么意思？哼，真是我也不明白，怎么突然她这么温柔娴熟了喂？老爸，其实西米呢很关心你的，你别这么多心了。大家是不是很想知道高官为什么会有这么戏剧性的改变呢？是啊，说。哎呀，你这个傻小子！原来你替你岳父顶这种罪名你也干，你真是气死我了！真是。原来老婆误会我跟 Debbie 有私情，不行，我要跟他解释。你别去啊，要说出来很麻烦的。为什么？你替你岳父想想，你老婆她不喜欢你岳父花心，你现在跟她说 Debbie 跟你岳父有关系，那这辈子也别指望她跟你岳父和好。阿基他说的对啊，他知道你外面有别的女人才对你这么好，而且还给我买了烧鹅腿，这真以前连想都不敢想啊！这就是叫胡，这也证明你的底牌现在比你老婆好，把握机会。那他是你夏家，保住这地位，知道吗？总之还是那句话，不说出来呢，百利而无一害。真的？真是想也想不到。老爸回来了。回来了，那吃饭吧，爸爸吃饭。哇，很香啊！爸爸，吃块鸡，是清远鸡啊。老爸，西敏的厨艺现在是不是好多了？好了一点吧，可是跟你老妈比还差得远呢。当然了，老妈是围村的厨神嘛，哪有得比呀？想想也很久没看见你老妈跟宝贝了。那这样吧，这个星期天我们去围村吧。那就大家一起回去吧。啊，当是度假嘛。以前你说西米要上班不方便，那你不怕远吗？你一下班就回家了，所有无聊的事、无聊的人、不想应酬的就全都推掉，一下班就回家陪陪老婆孩子。你说这多好，好不好，西米？其实我们住在市区这么久，我也想换换环境，那我们就搬去围村吧。老婆，围村很偏僻，你没事做，我怕你会闷的。闷什么啊？有很多人陪他呢。喂，Debbie 啊，是，好，明天去广州，行，没问题。喂，Debbie 小姐啊，你去广州就叫个同事去就行了。国光他有家室，你叫他去多不方便呐！就这么，挂断线了。老爸，我去谈生意，你干什么？这种事你就叫你搭档去不就行了？还有啊，你以后啊，如果有什么出差啊、公干那种事，你就叫你的搭档负责啊。你自己有老婆有孩子，你经常呢跟你的女秘书孤男寡女的出进进的，这样不好的。哎呀，老爸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出差是工作，你说到哪儿去了？老婆，我跟我女秘书呢没事的，其实她是没事就没事吧，何必还说呢？啊，对了，西敏，你刚才说想转换一下环境，那就明天一起搬进围村吧。好啊。拿着它。哦，拿着，来，跟我来。我们先去拜四家。阿通啊，你呀可真是露了脸了。这次出征啊，可以说是大胜而归啊！还把那个番邦女人也俘虏回来了。你告诉我，怎么会这么有本事啊？什么本事啊？这个世上从来就是我们男人做主，女人哪比得上我们，对吧？喂，今天都在，就在这里吃顿饭吧。我叫儿媳妇亲自做一顿乔前酒席。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那要多买点啤酒了，就这么几罐哪够？行了，叫西敏买就行了。好啊。喂，别这么过分。
那我去买吧。哎，不用你去买。哎，反正他也要去买菜嘛。西米来了。西米，是，爸爸。啊，他们今天要在这里喝乔间酒，那你去买点菜回来，顺便再买几瓶啤酒，知道吗？好的。